在蓬特韦德拉，我选择脱离葡萄牙之路的官方路线，踏上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支线——灵性之路。这条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4年，相传当年载着耶稣12门徒之一圣雅各遗体的船只，从遥远的巴勒斯坦出发。横越海洋，最终抵达西班牙。船只经过 Vilanova de Alonso， 并在帕德隆登陆，接着走陆路至圣地亚哥。由于前一天才发现灵性之路第一天的公立庇护所可以预约，但为时已晚，已经满额了，而且现场排队的空位只有5个。为了避免露宿街头，我决定提早出发。这一天，我破天荒地早起，3点多就开始准备行囊。为了给自己补充能量，还自制了超级简单的海鲜汉堡。背起厚重的背包，满怀期待，我踏上了这条充满魅力的传奇支线。现在下雨天，居然在露营。现在在山里面行走，脚都湿了，因为地板的路都是水。耶，终于走出来了！这条路真的是太夸张了。终于走出山里，现在要往海边走。现在到了海边，很幸运的看到一家沿海餐厅，环境还不错的。我只有点这个拿铁，然后他就会送面包和这个糕点。不只是这家餐厅啊，我从葡萄牙走过来，就发现很多西班牙餐厅都会送小甜点，还蛮好的。Gracias。对老板很不好意思，把他的地板弄这么湿。本来想跟老板借拖把，但是老板说他自己拖就好。现在又要出发，外面下着大雨。对了，我不知道这个雨伞它有没有办法一直淋雨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们这个里面都已经有点渗水的状况，但没办法，没有其他雨伞还是得继续用。所以出发啦！这沿岸的风景感觉不错，只是现在下雨。加上也要赶路，所以没办法好好欣赏。不然在这里待一天，看这个海边的风光也是不错。在这个贡巴隆沿海小镇，我开始看到加利西亚地区的传统建筑——高脚粮仓。这些粮仓被建筑在木桩或石桩上，主要目的是防止储存的谷物受潮，并保护粮食免受小动物的侵害。现在正在爬山的路上，一路上坡啊，完全没有人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不知道糖炒栗子的栗子长在树上。然后我现在捡到一颗果实，它里面刚好有完整的栗子，可是它外面这个很刺啊，如果大家有机会拿的话要小心，它外面这个刺很像海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吃栗子的经验？我现在吃给大家看。它里面其实还蛮脆的啊，就很像那个吃坚果一样的那种脆度，只是它的味道可能有点没有像坚果这么好，就是有一点涩这样子，但是还是可以吃啊。如果你在野外有这个栗子的话，真的没有东西吃，你还是可以捡起来吃的，因为味道还不错。这一路上超多马粪的，应该也有人骑马，只是我都还没有看到有骑马的朝圣者。我发现灵性之路的告示牌还蛮特别的，就是跟主要的那种黄色贝壳、蓝色底、黄色箭头的不太一样，都是这种小小的牌子。一路上走过来啊，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人，或者说前面有没有人已经到了。但是风景是蛮美的啊，这里只是下雨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时间12点37，我已经完成入住手续了。这个主人蛮好的，他让我提早入住，然后今天的房间我感觉还不错。那一样是用这种一次性的床单、枕头套。OK，Thank you。
然后我的朝圣者护照放在包包，结果湿掉，现在再给它晾干。然后这个 host 还蛮好的，还有给我报纸，等下鞋子洗一洗再晒一下，希望明天可以干。话说这间庇护所也太高级了吧！虽然坐落在偏远的高山之中，周围没有超市，但完全不用担心会饿肚子。这里贴心地设置了自动贩卖机、咖啡机，甚至还有冰淇淋柜，在山顶也能享受这些便利，真是让人惊喜又感动。这是我灵性之路第一天待的庇护所，现在时间8点35分啊！我离开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人在那边，真的比平常庇护所还多人。不然平常现在这个8点，只要超过8点啊，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然后现在山区都是大雾这样子。今天是灵性之路的第2天，理论上第2天是要从山上下去到港口。就是整个路段应该向下的，但是这前面这一段我觉得还蛮好走的，因为都是平路，然后这个林间小路也蛮宽的，你只要跟着旁边这条溪一直走，基本上就 OK。你也可以这样子欣赏眼前的这些树木啊，听着白噪音，就是溪水的声音，很享受自然，吸取芬多精。昨天庇护所我是第一个到嘛，然后第2个到是前面这个西班牙大叔哦，我现在跟他一起走，他不会讲英文，但是还是很热情的，一直用西班牙语跟我讲话，但是我没有一句听得懂的，只是我觉得这大叔蛮有趣的。走了1个小时，跟西班牙大叔来喝咖啡，这一杯咖啡，然后他都会送甜点嘛，西班牙都会送甜点，这样才1.3欧，很划算，只是。大叔他不吃这个甜点，所以他给我超级多。Dile, yo soy de Gran Canaria Island. Islas Canaria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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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África, islas. 这个西班牙大叔超有趣的，现在不知道要跟我讲什么。大叔知道我不会西班牙语，但又很爱跟我聊天。所以我就派出谷歌大神跟他沟通，原来他是要跟我介绍他来自加那利群岛，这是位于摩洛哥以西100公里的群岛，也是西班牙最南边的自治区。要是没遇到这位大叔，我完全不知道加那利群岛在哪里，真的是长知识啊！即使身在异乡，外语能力有限，也能借助翻译软体与他人沟通，甚至交到朋友。在朝圣之路上遇见的人们都非常友善，他们的善良与包容简直令人感动，好感度瞬间拉满。即使你并非信徒，我仍然强烈推荐你踏上这条路，体验它独特的魅力与力量。这不只是单纯的徒步之旅，更是一场触动人心的生命旅程。刚我坐下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怎么会有烟灰缸，就是贝壳的烟灰缸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结果我看到西班牙大叔，他直接把贝壳拍一拍，然后绑在他的包包上哦，我才发现说那是他买的贝壳，然后拿来当烟灰缸，就还蛮搞笑的一个大叔。大叔你要干嘛？灵性之路过了前面5公里之后，就开始转到公路旁边啦，然后这个乡间小径也蛮好走的，我感觉不出来我在下山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都是平路这样子。刚刚那个西班牙大叔说，奇怪，我们都没有看到人，在路上有遇到一个当地人吗？我前面这西班牙大叔就跟他交谈，那他说，前面有很多人啊，只是他们不是走朝圣之路路线上的路，他们是直接超捷径。然后这个大叔就直接带我超捷径。大叔现在又要喝咖啡，他好像走1个小时就想喝1次咖啡吧，因为他也没有雨伞，都是湿的。再点一瓶能量饮料。我觉得欧洲它蛮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你点饮料，台湾可能就给你1罐，
然后你自己直接喝这样子。可是这边都会给杯子，比较有仪式感吧。在台湾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子倒出来喝啦，大部分都是瓶子直接喝。我发现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文化差异。这一路上走过来，我发现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撑雨伞，大家都是穿雨衣。但是认真说，我觉得雨伞帮助也蛮大的。虽然不能全面积的防御，但是可以让你上半身保持透风啊。雨不要太大的话，其实都还算蛮好的。可是如果雨真的很大的话，雨衣也还是比较好一点，只是会很热，可能外面湿，里面也湿吧，就是汗啊，或者雨水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看这个涂鸦，想不到国外也风水见龟啊，还蛮可爱的。在路上，我遇到来自中国的小妹妹，她也是我这次旅途中唯一遇到的中国人。因为即将离开沿海地区，晚上就决定和妹妹一起吃海鲜大餐。话说，苹果手机真的防水吗？这是我遇见第二只进水的苹果手机了。随便晃好吗？根本就不重要。这种新手醒酒啊，你这样用会比较顺畅一点啊。有些很厉害的是直接用手这样晃。今天是灵性之路的第3天，也就是要搭船的日子。只是我觉得这家船公司收太多人了，里面很多人都没有位置坐。但这个船上还是有好处的，就是有免费的点心和柳橙汁，还有咖啡可以享用。海上超级多这种养殖平台。这段搭船路线可说是灵性之路的精髓，因为传说中圣雅各的遗体正是经由这条航道进入西班牙的土地，开始他的永恒旅程。途中分布着17座海上十字架，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海上十字架的区域。这些十字架不仅是宗教象征，更是引领朝圣者的精神路标。靠岸之后，大伙们继续徒步。有点困难的包包被我用坏了，一路上我只能勉勉强强的用，可能之后就要再换一个了。拉链只能拉到一半，然后刚刚我看到我前面那个小哥，他用回纹针把他的包包把它别起来，我也觉得，我应该去买个回纹针吗？在帕德隆的圣地亚哥教堂，保存着一块被称为帕德隆的石头，据说这就是当年圣地亚哥遗体抵达时固定石船的石锚。这块石头位于教堂祭坛的下方，它是这座教堂的核心宗教遗迹，吸引许多朝圣者前来瞻仰与祈祷。超级像台湾的槟榔。刚刚我一直跟着一对外国情侣，他们走很快，所以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，感觉越走越快，但是蛮好的，就像你在台湾开车一样，你自己一个人开可能会越开越慢或越开越快，可是如果当有人超车的时候，你就跟在他后面，这样子你自己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啊，或者说觉得自己越走越慢之类的。虽然只有14度，这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在穿短袖，但是我背着17公斤的包包在身上，其实这样产生的热能啊，跟这个气温是可以抵消的，所以我现在不会感觉到很冷，只是感觉到很凉爽。看到对面的小型加油站啊，让我想到在菲律宾的科隆也有很多这种小型加油站，它的加油箱就在平民的房子里面，所以看起来就很奇怪。我以为只有菲律宾有，结果没想到居然在西班牙这里也有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看到那个教堂的圆顶了，好开心啊！终于到了，好开心啊！从波多花了12天，中间有休息1天，所以走了11天。到这个地方真的超级开心，一路上啊走得很累，然后脚也起水泡，但是都不会阻止我继续往前走。朝圣之路官方的就有很多条，但是广义的来讲，你只要从世界任何地方
走过来这边，或者说不管交通方式什么，你就是过来这边也算是朝圣之路。你看现在早上9点多，广场上又一堆朝圣者，大家为了不同的目的走这条路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走到这边圣地亚哥的大教堂。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对了，建议大家如果有来圣地亚哥的话，请提早订房间，不然真的很难订。像我今天就没有订，然后我晚一点要去公立庇护所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位置。所以今天晚上要住哪？说真的我还不知道。如果公立庇护所可以住的话，那我就会待在那边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只能订贵一点。这附近啊，我昨天看基本上都几万台币吧。我看到这个大教堂旁边就有一家，感觉还蛮豪华的啦。来自广州小妹妹的蛋挞，因为他的手机还在潜水，就请我帮他拍照。但我没想到他是个记忆卡杀手，一下就用了7GB 的容量。拍到后面，我们才发现我们都还没有合照。在教堂，我又遇到了西班牙大叔，真的很开心。可惜我们没有留联络方式。随后又和妹妹去吃好料的庆祝，这个墨鱼海鲜炖饭超好吃，有去圣地亚哥的朋友一定要吃看看。记忆体杀手，现在正在挑照片和删照片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之前不是说我没有欧元现金吗？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汇率所，就是评价很好。然后我现在要走过去换，我现在要换钱了，只是汇率有点差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还是要换一点现金，不然我之后还要走5天到姆西亚还有 Fisterra。你看它这个汇率，美金对欧元是0.83，真的是蛮低的。之后我来到圣地亚哥大教堂，这是朝圣之路的终点，也是圣雅各的安息之地。里面的建筑风格瞬间让我回到了中世纪的感觉。抱着好奇的心态参加了晚上的弥撒仪式，虽然我听不懂仪式的内容，但最后那个53公斤的巨型香炉随着绳索在教堂中划过优美弧线，快速摆动的场景深深震撼了我。这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，更让我感受到这里独特的宗教与文化魅力。